第513节，1970年2月5日，星期四晚9点10分。现在我们继续。这本书本身就可以证明自我并没有全盘的占有人格，因为无疑的，它的确是由另一个人格制作，而非那名为珍·罗伯兹的作家。既然珍所拥有的能力，整个种族也生来就有，那么我们至少得承认，人类拥有的属性比平时我们归之于它的要多得多。我希望来解释这些能力是什么，并且指出每一个人都能用的一些方法，从而释放出这些潜能。人格是一个不断在改变的完形感知形态，它即本体中能感知的那个部分。我不把我的感知勉强加诸我借之讲话的这女人，她的意识在我们的通讯中也没被抹掉。反之，她的意识有所扩展，并且她把能量投射向3次元实相之外。这种远离物质系统的灌注可能使她的意识看起来像是被消灭了，其实它反而更增加了。现在我从自己的实相界对这女人集中注意力，但她说的字句，这些在书页上的字句，原本并非语言性的。首先，你们所知的语言是一种缓慢的玩意儿，一个个字母穿成一个字，一个个字再造成一句，这是现行思想模式的结果。如你们所知的语言，部分而言，并且就文法而言，是你们物质世界时间顺序的最终产品。你们在同一时间只能集中注意力于这么多的事情，而你们的语言结构不足以表达错综复杂的同时发生的经验。我知道一种不同的经验，非线性的，能够对无限的同时性事件灌注并且反应。鲁伯无法表达它们，因此如果想要沟通的话，他们必须平摊成线性的表达方式。这感知无限的同时性事件并对之反应的能力，是每个全我或存有的一个基本特征。因此之故，我不号称它是我所独具的记忆。每个读者目前即藏匿于肉体形式之内，因此我假定他就只知道他自己的一小部分而已，如我先前提到的。存有即整个的本体身份，而每个人只是这本体的一个显示，一个独立并永远确实的一部分。因此，在这些通讯里，鲁伯的意识扩展了，却灌注于一个不同的次元，一个介于他和我的实相之间的次元，一个相当不受干扰的场地。此地在他的允许与同意下，我将某些观念灌输给他。那些观念并非中立的，因为所有的知识或资料都带着拥有者或传递者的个人色彩。鲁伯把他的语言知识供我们利用，而我俩十分自动地带出了我将要讲的各种字句。分神是可能发生的，就如任何资料都可能被曲解。不过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一同工作，扭曲已很少了。我的能量有些也透过鲁伯尔投射，控制了他的肉体。他和我的能量一起在课中，现在就当我说这些句子时也一样。以后我还会讨论许多其他的枝节。因此，我并非鲁伯潜意识的产物，正如他也非我的潜意识的产物。我也不是一个第二人格，凌厉地试图颠覆一个不安定的自我。事实上，我特别留意使鲁伯人格的所有部分都受益，并使他们的完整性得以维持并受到尊崇。在他的人格内有颇为独特的设备，才使得我们有通讯的可能。我将尽可能以最简单的方式予以说明。在他心灵内有一个等于是透明的次元性的回旋面，它几乎可被当作一扇打开的窗子，经由能感知到的其他的实相。那是一个多次元的开口，某种程度
它不被实质焦点的阴影所遮蔽。肉体感官常使你看不见这些开放的通道，因为五官只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来感知实相。那么到某个程度，我透过你们时空里的一个心理的回旋面进入你们的实相。以某种方式说，这样的一个开放的通道几乎像是鲁伯与我的人格之间的一个通路，因此两者之间能有沟通。这种在存在的不同次元之间的心理的与心灵的回旋面并非不寻常，只是它们不常被认出来，更不常被利用。我将试着给你对我自己无形体的存在的一些概念，让它来提醒你，你自己基本的本体与身份与我自己的一样，也是无形体的。那即为第1章的结束。